1966年8月24日，一位老人默默地走到了位于北京西北角的太平湖。这位老人正是著名的文学家老舍。此刻他穿着旧日里常穿的白汗衫、蓝裤子，只是脸上已经不见往日的风采，反倒异常憔悴。有几个从太平湖经过的人看到了他。据目击者回忆，老舍在小声地吟诵毛主席的诗词。他在太平湖一直逗留到深夜，直到湖畔空无一人，他站起来，毅然决然地投入湖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第二天，周总理得知了老舍投湖自尽的消息，这个消息对周总理打击很大。他在办公室里泪流满面，捶胸顿足，用一种悲愤的语调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呀？”老舍和周总理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老舍的所有的作品，周总理都阅读过。周总理非常了解老舍的内心世界。1949年，全国解放，只是老舍及家人还在国外。周总理非常牵挂老舍的情况，他也很清楚老舍是心系祖国的。因此，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总理面对台下众多的作家，便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就缺老舍先生一个人了。身在国外的老舍得知这件事情，内心十分感动。他没想到周总理在百忙之间还记挂着自己。如周总理所想，老舍一直非常想要回国，只是他当时身体状况不佳，刚刚做了大手术，加上国内外局势敏感，所以一时之间未能成行。周总理则盼着老舍早日回归，为国内的文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还拜托作家曹禺给老舍写信，向他传达国内众人的思念之情。老舍接到信之后，不由得心潮澎湃，于是没过多久，老舍便带着家人匆匆踏上回国之路。老舍顺利回国之后，周总理非常高兴，他给予了老舍极高的待遇。在1950年的5月，回国没多久的老舍便被评为了北京市文联主席。周总理又鼓励老舍要多多创造，写出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老舍在回国之后便动笔进行话剧《龙须沟》的创作，周总理算得上是第一批看了剧本的人。当时这个剧本存在争议，有人认为龙须沟脱离现实，也有人批评龙须沟的表现形式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这让老舍十分为难。在这个时候，又是周总理为老舍提供了最大的支持，他力排众议，向众人称赞老舍所写的《龙须沟》文笔绝佳，生动地表现出了新旧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好作品，并坚决要求《龙须沟》如期演出。在周总理的坚持之下，《龙须沟》终于从幕后走向台前。如周总理所料，这部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老舍的名气也又上一层楼。除了在作品发表及演出方面提供帮助之外，周总理和老舍于文学这件事情本身也交流颇多。老舍曾回忆起自己创作《茶馆》的情形。《茶馆》是老舍最看重的作品之一，老舍希望能够写出一部气势磅礴、冠绝古今的好作品，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昭示历史的前进方向。剧本大概有了个框架之后，老舍曾经拿给周总理看。周总理看了之后，对老舍的想法很是赞同，不过他指出了老舍剧本之中的不足。总理当时说，老舍所选的几个历史节点不够典型，他建议老舍选择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4个历史节点作为重点。周总理的意见一度让老舍很惊讶，因为过去他觉得周总理的长项在政治，却不料周总理在文学方面也有着不输给专业作家的眼力。周总理后来曾半开玩笑地跟老舍聊起，自己曾尝试过文学创作，不过那是很年轻的时候了。后来国内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周总理有了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文学之路也就此中断。不过周总理对于文字的热情却始终没有减弱。也正因为如此，周总理理解文学的价值，全心全意地欣赏老舍这样的作家，为他的作品保驾护航。生活上的照顾就更不必说了。1959年的时候，老舍得了气管炎，病情十分严重。本来老舍不想因为自己生病去打扰周总理，却不料周总理那段时间刚好来老舍家中拜访，得知了这件事情。周总理一时之间还有些生气，他先是过问了老舍的病情，随后又叮嘱老舍的夫人，以后凡有这样的情况要先向自己报告。周总理的这份友谊对老舍来说弥足珍贵，所以直到自杀的前一刻，老舍还不断喃喃着一句话：总理最了解我，
总理最了解我。老舍的自杀对周总理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老舍的离去是中国文学界的损失，亦是全人类的损失。周总理还有老舍许多文学界的朋友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是难以置信，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老舍并不是一个脆弱的人，他绝不会用自杀去逃避问题。可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后来老舍的朋友巴金先生谈到老舍自杀的原因是这样说的：关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杀来抗争，也可以说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绝大多数人认同巴金的观点，因为老舍临终之前的那段日子过得实在太过艰难，死亡似乎也成为了必然的选择。1966年，北京市文联遭到了冲击，老舍当时气管炎复发，住在医院。不过他很快听说自己的许多朋友都遭到批斗，这令他心情沉重。老舍并不太清楚外面的情况，但他似乎预感到总有一天厄运也会降临在自己的身上。老舍的夫人胡协清回忆，老舍是在去世的前2天接到了上级通知，让他去市文联开会，这个会议的名字叫做斗批改大会。老舍内心有些纠结，他问胡协清：今天是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胡协清听说现在的情况很乱，所以便对老舍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老舍在书房里想了很久，最后却还是决定要去。他对夫人是这么说的：这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老舍大概没想到自己之后经历的事情会那么恐怖。那天他刚一走进院子便惊呆了，因为里头已经张贴了好几条标语，字字句句都在控诉着老舍的罪行。他们指责老舍是美国特务、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老舍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扣上那种帽子。对于这样的遭遇，老舍非常愤怒，他大声辩驳道：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可他这句话并没有起到效果，那些压着他的人看着他不断的挣扎辩解，反而都哄笑起来。随后拳头如雨点一般落下来，老舍被打得几乎神志不清。这样毫无理由的殴打和辱骂持续到下午4点，又来了一辆卡车，将老舍等人全部拉走。老舍又被毫无尊严地扔进办公室，学生们继续着荒唐的审问。老舍是绝不愿意就此低头的，无论经受怎样的拳打脚踢，他咬紧牙关，不承认那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在黑沉沉的夜色之中，那些与老舍一同被扣押的作家听见老舍用虚弱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辩解，众人心惊肉跳，再这样下去，老舍只怕要命丧当场。一直到当天夜里快11点多的时候，一个革委会的领导赶过来了。他看见这幅场景也是又惊又怕，只是那时的场面太混乱了，即便是革委会也没有能力直接将老舍解救出来。幸好那领导是个机灵的人，在老舍和某个打他的学生纠缠的时候，那领导一下子冲出来，一把抓住老舍，然后高喊着：老舍打人了，不行不行，送他上公安局。就这样才总算把老舍救出了火坑。随后众人想办法通知了胡协清。胡协清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吓呆了，他在深夜赶到派出所，看见老舍已经浑身是血，意识不清。胡协清过去颤抖着拉住老舍的手，老舍这才睁开眼睛，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也并没有掉眼泪。胡协清强忍着伤心，将丈夫搀扶到了派出所的门口。老舍浑身是血，没有一辆汽车愿意载他们。胡协清在街边等了很久，求了许久，才终于找到一辆人力车，把他们送回家。回到家之后，胡协清仔细地为老舍处理伤口，把他身上的血一点点擦干净。老舍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吃饭。第二天早上，一身是伤的老舍早早的起来，他换上一身体面干净的衣服，便打算出门而去。这个举动再次将妻子吓了一跳。由于昨天发生的事情，所以胡协清担心老舍一出门会遭到针对，所以胡协清立刻拦住了老舍。但是老舍看了妻子一眼，却说：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胡协清到底是没有劝住他。过了一会儿，胡协清也必须要出门，所以他只能对着老舍千叮咛万嘱咐。只是胡协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就是自己与丈夫的最后一面了。妻子出门之后，老舍沉默了一会儿，便拿起桌上一本毛主席诗词，走到了院子里。
他4岁的小孙女正在院里玩，这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老舍就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孩子。过了一会儿，他走上前去，对小孙女说：“跟爷爷说爷爷再见。”看见爷爷来逗自己，小孙女咯咯笑了，她伸出小手对老舍摆了摆，乖巧地说道：“爷爷再见。”老舍点了点头，随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他没有去文联，也没有去自己所熟悉的任何一个地方，而是一路往北走，一直走到了太平湖。等胡协清回家的时候，发现四处都没有老舍的人影，他一下子慌了，给所有的朋友都打了电话。然而大家的回复都一样，没有见过老舍。一直到第2天下午，忽然有人告诉了胡协清一个坏消息，太平湖那儿有一个老头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坐上公交车赶往太平湖的时候，胡协清仍在不住地祈祷，希望这个消息是假的。然而当他赶到太平湖畔的时候，却看到了已经被打捞上来的老舍的遗体。他身上的衣服仍是干干净净的。人们告诉胡协清，老舍是存了必死的决心，硬生生地扒住了巢崖石头，让自己一直沉在水中，直到失去意识。一个伟大的作家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老舍在文学上的天赋与贡献，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的离去让整个文坛为之悲痛。直到今天，老舍的作品依然源源不断地吸引新读者，人们永远纪念他，也为他惋惜，只是这一切老舍却再也看不到了。